我喊江翠芬，好一道麻婆豆腐拿过世界烹饪冠军。哪个晓得，刚领完奖，脑壳顶上的水晶灯就落下来了。妈，你醒了，对不住妈，都怪我不该把盐巴当白糖放，害得你直接气得昏过去了，脑壳好痛哦。我的是川到江看的梳头了，面前那个瘦巴巴的姑娘，怕不说梳头找恶婆婆搓磨死的娇儿媳。对了，就是盐巴白糖搞错的醋，原主就到那点儿把儿媳妇打得嗷嗷叫。妈，我重新弄的，莫打我嘛。梳头写嘞，那个恶婆婆一巴掌就超过气了，骂她是赔钱货。妈，你莫发疯嘛，要不你还是打我嘛。亲伙，妈以前都是喊我死女娃子，今朝咋个恁个喊我？还多温柔嘞？不对头，妈咋个可能跟温柔两个字沾边嘛？妈，只要你心头舒服，你打我就是了。罐罐高头又没得铁条条，分错了，不怪你。我没得听错吗？那是那个动不动就打我骂我的妈？梳头那个娇滴滴的媳妇儿，硬是精灵惨了，结果遭搓磨的心气儿都耍脱了。哟，摔东西了，老三呢又惹祸了哇！妈，我听到好大动静哦。哎呦喂，老三嘞，你硬是凶得很哦，连炉子都敢掀，给老娘闭到嘴！妈，你说那个就说你，自个灶台3天不擦，碗池头泡起前天的碗，管好你自个的摊烂摊子再来开仓。妈今儿吃错药了，还帮到老三的说话。大嫂，大老远就听到妈在骂的，妈咋子了？更年期到了哇？看锤子看，厨房从今以后我说了算，你两个没得事就个人散了。妈平常只跟苏清河甩脸色的嘛，今儿哪根筋断路了？平常不都是我来弄饭吗？而且妈做的饭难吃得很。愣到干啥子？过哈来把炉子扶起来。今晚我做饭，你在边边上看到学。妈啥子时候转型了？对老三的死女娃子还和颜悦色的。管他的嘛，反正我不做。走了。那煤球炉子火候不匀净，铁锅爆得透光，菜刀炖得切豆腐都恼火。但锅儿是铁打的，手艺是活的，没得好行头就做不出好菜，那是手艺撇。妈，那个切菜的速度好快哦！妈，屋头没得肉了，小事一桩嘛，你看好了。豆腐先煎一道，外片焦里头嫩，等会儿烧的时候才不得烂。炒豆瓣急不得，火大发了要苦。蔬菜全靠调料提味，调料用好了，豆腐比肉还香。好香哦！尝一下，那盘我还先尝得到菜哦。那个豆腐吃起来还多像肉嘞，明明没喝肉的嘛，全是调的味儿。端上桌了，今儿连个肉星星都没得，算了，等会儿喊健师在外面买点悄悄吃。妈，那个豆腐裹了啥子恁个好吃？裹了盐的嘛。我是说这个味道咋个恁个巴适？就是盐巴的味道嘛。不对头哦，莫不是妈藏了啥子好东西没拿出来？妈，那个豆腐越嚼越香。吃出名堂了又装，老古董。原主的大仔和二仔下班来屋来得晚，基本不落屋吃饭。清河边边那个肯定就是他男人赵建军。妈，你那个豆腐好安逸哦。清河吃菜嘛，莫光顾到把白饭。妈今儿实中了啥子邪？老三的今儿给妈下蛊了。以后有我在，那桌子上头菜，你想夹哪样夹哪样，那个敢瞪你，我骂得他找不到北。坐嘛，那娇儿媳也太瘦了，我上辈子哪个没保住的妖女，要是活到起，也该恁大了。江江的饭安不安逸嘛？安逸，好吃得板，安逸就对头。清河，你会不会算账？会。算得快不快？快，有好快。菜市场的账，我心算比他们打算盘快。要得，这才是做生意的料嘛。清河，跟你说个事，从明儿开始，屋头的饭我来做，你不用再进厨房。妈，洗衣服的活喽，哪个的衣服哪个自家洗，
你只管洗你自个的跟建军的。那大嫂二嫂他们的衣服咋子办？他们的衣服个人各洗，长了手不是拿来当摆饰的。大嫂二嫂会不会有意见？万一他们去跟公公告状咋个办？怕啥子？有我在，我看哪个敢动你。妈，你今儿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妈没得哪里不舒服，就想通了。以前是我亏待你了，往后不会了。这儿媳不信也正常，遭我婆婆整了3年，一下子转性，换谁随性嘛？行了，早点睡嘛。明儿跟我去趟菜市场。去菜市场？我有个想法，想跟你商量哈。苏清河，那是哪个的衣服？大嫂昨晚上拿过拢的，说她腰杆痛得很，喊我帮她洗一下。往后哪个再敢咱把衣裳到这点儿来，我就跟我原样甩回去。有我在，你怕锤子？把手擦干，跟我走。妈，我们走哪里去？前头有个当铺，当铺？换得到好多算好多，那才1983年的嘛。再过2年，头一批下海的人就要当万元户了。那副身板儿，撇开那对银镯子，就剩下23块7毛钱了。不赶紧搞砸得行。那是你的嫁妆的嘛？嫁妆又不能拿来当饭吃，都穿书了，不搞餐饮，岂不是白杀了我的一身手艺？妈，你要钱做啥子？屋头要是缺钱，我可以出去找活路干的。你先莫急。15块，20， 20，你的镯子又不是宫里头的，哪里值得到20？最高16，多1分你拿走。师傅，您再仔细看一下嘛。那个镯子不是模子压出龙的，4万保得的老工匠刻的16白指纹，再过2个月就4年关了。那个多子多福的彩头，到你柜上过不到3天就遭求亲的人家请走了，16块。丽，那是欺负我妈不常出去逛的吗？那个女娃儿看起柔柔弱弱的，嘴巴还多会说的。老板儿，我们也是急到用钱，不然新简简上的东西哪个舍得嘛？18块5，要得就写票，不得行我们走春熙路的家去。要得嘛，小媳妇儿嘴巴利索得很。18块5，写票。书里写的没得假，那女娃儿砍价凶得很，就是太绵了，还得练胆子。走，去菜市场，那盘你来谈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把价钱压到最低，但东西要最好的。妈，我怕说不好，怕锤子，讲的骨子忙劲儿嘞，弄。师傅，干辣椒咋个卖？3包1两，概不限账。2毛5嘛，我们要得多的，给香钱点嘛。我那是新到的，少3毛不卖。你闻一下，是不是只有一股子烟熏味？再看里头，纸都发黑了，成货，辣味都跑胖了，拿回去炼红油，只有颜色没香味。师傅，你那个2斤条可不行卖3包哦，你自个闻一下，烟熏味重得很，纸都发黑了，分明是去年的成货，连红油都炼不出香味儿，往后哪个还敢来这里？你个小媳妇懂啥子货？我不懂，我妈懂，这袋才是今年的新货嘛。既然不成新，那个新货我们也照成货价出，2毛5，不卖我们就走该对门那家，比那边亮得多噻。嘿，今儿遇上行家了，相片给嘞。妈，原来辣椒好撇，价钱能差恁个多？那是当然，你懂算账，我懂货，咱俩配合好了，那川西八子就没得咱吃不下的事。不过妈，你买那些要做啥子？做钵钵鸡。钵钵鸡？啥子东西嘛？乐山那边的吃法。鸡爪爪、鸡翅尖、藕片、海带、豆腐川起掺子泡到红油头，咱们川西坝子上还没人卖这个，你是头一回听到，不奇怪。妈，你想摆摊？对，可是个体户，街坊邻居要说闲话的。说就说嘛，闲话当得饭吃哇。建军他也不一定愿意我出来摆摊嘛。苏清河，你想不想过好日子？想。那就对了，别个同不同意关你啥子事，你自个点头就对了。你不是哪个的尾巴，用不着跟到别个转。妈说的那些话，以前从来没人跟我说过，但是妈现在好像在发光哦。
那个咋个卖？鸡爪4毛5一斤，鸡翅尖3角，全要了。以后每天给我留到，我天天来拿，能香艳点不？天天要。鸡爪3包5，鸡翅尖2毛。大姐，那个价我还不如甩了呢，甩了你1分钱拿不到，卖给我一天少说5、6斤，一个月就是6、7块钱白钱的。行，但你得天天来，不能有一天没一天的。要得。咋子？觉得妈会讲价很奇怪？活到老学到老嘛，你妈我又不是很老。鸡爪5斤1块7毛5，鸡翅尖3斤6毛，蔬菜4种加一起不到1块，还有竹签、香料和红油，总成本4块钱左右。蔬菜200串，分钱一菜就2块，鸡爪5块，鸡翅尖6块，加起来13块，刨去4块成本，一天净赚9块左右，算得对头，但连漏了一样。啥子？人工，你跟我的人工，不过那个不算钱，算投资。投资？那不是外国大老板才有的身份吗？那我们就一起当上大老板。哟，翠芬姐，买恁个多鸡爪爪要办席哇？不办席。那你买恁个多做啥子？回去做着吃，咋子？吃个爪子还要给你打报告啊？恁个多你们吃得完？吃不完喂猫。听见没？赵家老太买了一堆鸡爪爪、鸡翅尖，还说啥子喂猫儿，你信不信？8成要搞啥子名堂？妈，张婶儿的张嘴，回头肯定满胡同都晓得了。晓得就晓得，等咱婆婆鸡一出锅，他们闻到红油香，就不说闲话了，说馋话。清河，把院门关了。妈，丽儿的手法好利落哦，年轻时候练出拢的，去把蔬菜切了穿到签子上。钵钵鸡的红油是灵魂，比例对了，泡啥子都香。妈，好香哦！汤得要凉了才泡，泡一晚上，明儿才入味儿。明儿早上5点，跟我一起起来。做啥子？出摊儿。从明儿开始，咱们婆媳俩做生意。妈跟到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做饭好凶哦，对我也一下就变好了。要是能一直恁个就好了。哎呦喂，啥子东西恁个香？妈，万一没人来买咋子办？没人买就自家吃。没得事没得事，要是卖不逃，最多我也把嫁妆卖了给妈垫底。钵钵鸡，1分1串的钵钵鸡。大姐，你盆头泡的啥子恁个香？钵钵鸡，鸡爪1毛，鸡翅尖5分，蔬菜1分1串，随便挑。先来2串鸡爪，再要3串藕片。再来5串鸡爪，给我媳妇儿带回去。大姐，明儿还来不来？来，发财了！前面来，快点噻！急啥子嘛？你闻闻那个味儿，排那个队，值。你的红油咋恁个香？该不是放了啥子不干净的东西吧？祖传秘方，告诉你我还卖锤子。哼，祖传，你当我认不到嘞？槐花巷赵家老太以前炒个白菜都能糊锅。妈，怎么办啊？坏了，原主以前确实不会做饭，刚创业就失败，这还这么带儿媳翻身呐？你莫这样讲我妈。1分钱1串，长了不好吃，分钱不收你的。要得，我尝一下，不好吃我可真不给钱哈。咋这样嘛？还将就。给我来2串鸡爪爪嘛，拿回去给我屋头老倌尝一下。我要一份，我要一份，老板给我1点5
明儿再来嘛。那个底的汤能不能给我倒点儿？我想尝个味道。要得，拿碗来嘛，拌饭子也巴适得板。明儿早点来，多得很。妈，16.4块，好多，16.4块。目前进了12块，现在厂里工人一个月才30几，咱一早上顶他小半个月，巴适得板。妈，我从来没一次见过那么多钱。明儿还来。妈，你说的钱要4天天挣，咱是不是能当万元户？算盘打得还多响。跟你学的嘛。妈，你的一大早上干啥子去了？我跟大嫂起来一看，院头就剩我2个了，连口水都没得人烧。吹胀到你身上，水缸又没得盖盖儿，要喝自家不晓得烧。我跟清河出个门还要跟你汇报啊？啥子味道？妈，你身上咋个一股红油香？你鼻子到灵。清河，走，进屋摘菜。桂芬儿，你妈嘞？屋头嘞？你来找她啥子事？你妈今儿在菜市场摆摊卖钵钵鸡，我男人回来说的，排了好长的队，卖得精光。啥子？摆摊儿？卖钵钵鸡？真行！那年头敢出来摆摊儿嘞，那都是有本事的人。你妈那个红油香得整条街都闻得到。我男人说从来没吃过那个安逸的味儿。我就说嘛，妈那人常见，以前到屋头做饭哪叫一个烂事，我还以为她真不会做，合作死装的，把秘方藏起，就等到给老三来撕。大嫂，你的意思是妈会做饭，故意不做？不然呢？你看她那个豆腐，那个莲花白，跟以前是一个手艺。我呸，藏了好多年了，就等到今儿。桂芬，你那话说的，我先走了，菜还裹到灶上呢。女人家家的相夫教子就挺好，出去抛头露面做啥子买卖？哪不失掉了咱赵家的面子？就是爷们儿的活路娘们儿做，能做几天？等碰了壁，自然就晓得锅儿是铁做的了。有话就说，憋到起做啥子？妈，大嫂他们说的也太难听了。啥子难听？说的私藏秘方，偏心我，还说女人摆摊做不长久，要碰壁。你信？不信，但是有点怕。清河，恁记到，嘴是别个的，钱是自家的。他们今儿说闲话，明儿闻到红油香，照样要咽口水。晚上吃饭该咋子就咋子，天塌下来有我盯到。妈，你为啥子对我恁个好嘛？你管我为啥子？对你好就受到起。上辈子欠我腰女的，那辈子就在清河身上补回来。翠芬儿，我听说你去菜市场摆摊了。完了，爸肯定要拦到妈摆摊。摆摊的事，我觉得还是再考虑哈。毕竟在外头抛头露面，街坊邻居看到我到文化馆也有同事的嘛，传出去不太好听。赵爱国，我问了个事。你说。上个月，你托人给文化馆的小王找关系调岗，请人家吃饭，花了好多钱。还有上下个月，你们管理凭职称，你买了2条中华烟送领导，那烟好多钱一条？那是工作需要。工作需要？那钱从哪弄的嘛？你一个月工资42块，养活自家都紧巴巴的，是不是我每个月从伙食费都省出弄的？是不是我把自家的棉袄穿了3年没换，省下来给你走关系的？你花我的钱请客送礼的时候，咋个不嫌丢人？老娘各自出去挣钱，到丢你的人了。妈好凶哦！吃饭嘛。妈，你硬是凶嘞！凶啥子凶？
爸那个架势，我筷子都差点捏不稳当。你几句话说过去，他就开不到枪了。不过呢，也不要觉得妈有好凶，跟自家男人吵架有啥子凶嘞？吵赢了也没得奖金发。等你哪天能跟外头那些大老板拍桌子瞪眼睛，把价钱砍到地板上，人家还笑嘻嘻的跟你递烟倒茶，那才叫真本事。发啥子呆？把碗收了，明儿还要起早。大姐，你们总算漏了。我昨晚上回去跟我婆娘一摆，她半夜把我堆起来，说今儿要再买10串，不然晚上莫想进屋。我先弄嘞，我要6串鸡爪爪，鸡翅尖要8串。慢点，慢点，还好对嘛。我娃儿昨天吃了1串藕片，晚上做梦都在咂嘴巴。下次多做点噻，排恁个长的队，等会儿卖促销了又吃不成。磨叽，人人都有。今儿多了一个盆，管够。我勒个天，那怕不是一早上挣了半个月的工资？凭啥子好事都让老三的占完了？就剩汤汤了，明儿早点来嘛。妈，21.4块，多好的女娃子哦！上辈子她为了给原生治病，一个人跑到广州，没得人教，没得人帮，硬是凭到拉股子犟劲儿把生意做起了，结果累死在回北京的火车上。而原生呢，病好了，逢人就说儿媳妇走太早，要不然他还要享福，硬是气人。算了，又不是我的错，高兴不？清河，那个摊摊儿能不能再整大大嘛？能是能，但是有2个问题要解决哦。说嘛，一个是产量，现在咱2个川菜熬汤，一天最多备3-4盆，要是再多，晚上瞌睡都不用睡了。第2个嘛，现在我们摆摊儿那个榻榻尽是些过路客，早上买完菜顺手就烧几串走。要是搬到百货大楼门口头或者电影院边上头，那哈儿人更多，而且都是专门来吃零嘴的，回头客更稳当些。要得，回去慢慢盘。妈，你那2天清早拔菜就往外头跑，到底摆啥子名堂嘛？我们都担心得很哦。卖点东西，卖啥子嘛？钵钵鸡，妈，那是好事啊！有钱一家人一起赚噻，一起赚，凭啥子？本钱是我出的，手艺是我的，起早贪黑的是我跟清河，你凑啥子热闹？照袁叔写的，袁谦那个孙子啥子好东西都巴跟他了，结果呢，他龟儿全部自家码到起，还望到他早点死。最后嘛，还不是苏清河那个傻女娃子累得吐白泡子才把他救转来。早上4点半，你爬得起？妈，话啷个能恁个说嘛？咱们又没分家，你赚的钱那都是赵家的钱，大嫂说一起赚，还不是为了那个家好哦？为了那个家好，李爱华，你上个月借了隔壁刘婶儿米也省5块钱，到如今都还没还哦，自家挖坑都填不满，还顶到别个锅头头的。那个买卖是我跟清河的，哪个眼红自个去摆摊儿，老娘不拦倒。但哪个敢打我跟清河的主意，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。凭啥子嘛？都是一家人，他赚了钱就个人揣起。急啥子？且看到嘛，个体户能搞得几天，等工商座的人聋了，看他还歪不歪。妈，今儿那个红烧肉好安逸哦。安逸就多吃几筷子，明儿妈又跟你整。那女娃儿总算放长了，敢生筷子了。哼，那2个小年轻啊，身份得跟啥子一样。是啊，又不是跟你生的，认到起干啥子？谢谢妈。原文头那个赵千军不算坏人，但从小觉得男人挣钱，女人伺候，一家老小是天经地义，觉得他大嫂二嫂那个不是恁个过拢的。你跟他讲道理，等于跟牛弹琴，得让他自个儿看到。建军，妈，
明儿开始，你早上帮我和你媳妇儿把东西搬到菜市去。啥子东西？钵钵鸡的摊子，我们两个搬不动。妈，你摆摊儿？咋子？嫌丢人？不是，就是面子上有点过不去。面子能当饭吃？你一个月工资好多？32块。你媳妇儿跟我出摊5天，挣了100多，你拿面子值100块？啥子5天100多？就这么定了。明儿早上4点半搬完东西的再去上班，不耽误。要得。快点起！妈，咋这么早起？过来。行了，你的走嘛，上班去。妈，我能尝一块不？素的5分，鸡翅找5分，鸡爪1毛。那正是你做的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是哪个？哎，那位小同志，不买别占道啊！我排了1刻钟了，让。苏姑娘，我要5串鸡爪，多搁点红油噻。好嘞。磨叽，都有，那是我儿子，等下要上班嘞，不是来抢你们的。哎呦，那是清河的小老公啊！真俊浓眉大眼儿的，跟咱清河站到一对儿般配。小伙子到哪儿上班啊？街道工厂。嗨，那有啥子出息？你看看你媳妇儿，跟着你妈做买卖，那几天挣的，你干啥月也赶不上吧？清河啊，你那个小老公得看紧了，长那个放羊，莫让别个拐跑了。拐不管，他要是敢跑，腿跟他打折。那我下班再来帮你们收摊儿。随你。同志，那个钵钵鸡咋个卖？那个阵仗不是一般人。鸡爪2毛，鸡翅尖1毛，素菜5分，老橙子来几串？给我来10串鸡爪，10串藕片。同志，你那个手艺哪儿学的？祖传的。祖传。我吃过四川不少菜馆，你这个红油熬得有3层香，第1层是辣椒的烈，第2层是花椒的麻，第3层是豆豉的回味，这3层能分开又能合到一团儿，不简单。老爷子好舌头。当年到部队管过后勤，每样来1串，不，每样来3串。你姓啥子？姜。姜师傅，你那个手艺窝到路边摊可惜了。那谁呀？认不到，当官儿的吧？坐那个车。原生的记忆头没得那号人物，但书头有。退休干部陈老，商业系统出身，看人极准。怕你们累了，能擦擦。行吧，算那小子还有点良心，不算没救。认到起做啥子？把门板扛过来，收摊喽！要得。今儿卖了好多？26块8。看看，男人光伺候他可不行，你得有自家的本事，才能遭同等人尊重。清河，今儿那个陈老，你看出门道没得？那辆上海牌轿车
不是一般干部能做的。他吃串的时候，每样都细品，不像平常的食客只说80，临走还说我到路边摊可惜了，说明有一套自家的评判标准。要得，严谨度。妈，管他啥子人物，今儿卖得好就80。妈，你可算回笼了，你做啥子了？脑壳遭门夹了，笑成恁个样子，瘆人。那是该到工商所的刘同志。请问你是江翠芬同志噻？我就是。有群众反映来到朝阳门外菜市场东侧违规摆摊，售卖熟食制品。根据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，没得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，不得从事食品经营活动，那属于无证经营，要罚款。刘同志，我们就是卖点小东西，街坊邻居来照顾生意，不管你是卖啥子，条例摆到那点儿的，没得证照就是违规。今儿我过来是先警告，罚款5块。你要是再摆就翻倍。另外，到没得取得相关证照之前，不得继续经营，那是规定。5块！哎呦，5块钱，妈，你今儿不是挣钱吗？5块钱小意思嘛。妈，我就说个体户不好当嘛，又要执照又要卫生证，多麻烦咯！你莫折腾了，到屋头待到多好，享清福。王桂芬，那个电话是你打的吧？妈，你莫血口喷人，我咋个可能干那种事？工商座离咱槐花巷骑洋车都要20分钟。我跟清河到朝阳门外摆了5天摊，哪个街坊邻居吃饱了撑得跑恁个远去举报？除非这个群众就住到这个院坝头。那个赵家婆婆，不管那个举报的规矩就是规矩，营业执照去公扫作办，卫生证去防肠菌，手续齐全了，那个也管不着的。同志，办下来要好久？快这1周，慢嘛，排队的人多得很，半个月也说不准。1天40多，7天就400-300块，那还是最快的情况。刘同志，谢谢你跑一趟，罚款我认了，证照的事我明儿就去办。妈，1个礼拜不能出摊儿，那些老客户要跑完了哦。跑不脱，正好我还嫌时间不够用。王桂芬的一般表面上是要整我，实际上反倒帮了我一把。要不是他举报，我还蹲在路边卖串子。妈，那啥子意思哦？屋头那个锅太小了，我早想换口大锅，一直没得空。正好趁那1个礼拜把证照办了，锅换了，地方也换大点儿。妈，你是想开店？你以为妈只想蹲路边卖一辈子创子？妈，春熙路外面那片瀑布多，我明儿去打听打听有没得转让嘞。要得，记住，莫光看街面上的，巷子口、菜市场门口、学校边上都去转一圈。地方不怕小，但一定要在人堆里头。这女娃儿一听说要开店，哪股子劲儿就全出笼了。翠芬，那个工商座的刘同志罚了好多？5块。你要是办局照、卫生证，材料我帮你写。不是嘛？爸居然还同意妈出去摆摊儿，妈开的店我跟大嫂1分钱都摸不到，爸居然还同意，不得行！我回头非要跟建爷闹，那日子过不下去了。要得。妈，爸那是支持我们开店噻，吃你的饭。妈，你想得远了，万一赔了咋个办？赔了算我的，赚了也不分的，你操心个锤子！那个申请营业执照的，你想咋个写？就要公营完为，还有那个申请的理由，您给个章程。理由就写响应国家造号，搞活经济，自食其力；风言为伪，就写熟食制品、凉拌类的。吃了再数，钱又跑不脱。妈，我等会儿去春熙路那边转一下。莫急着找铺子，记住，
只看不开口，心里头有数就对了。要得。要得，写得好，我等会儿就拿去工商做。同志，办个体户营业执照，放哪儿？等通知。通知大概要等好久嘛？不晓得，排队的人多得很。同志，我们是那个做个体经营的，现在政策不是鼓励的吗？能不能给加个急嘛？都想加急，哪个不急嘛？手续没带齐，回去补个街道介绍书。那个介绍信申请书上根本没说要，那分明就是故意卡到我，但闹也没得用，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僵。熟食制品卫生要求很高嘞，你这个家庭作坊我们不好评估的嘛。这样，你先回去，等我们安排时间上门检查。啥子时候能来检查嘛？那个月排满了，下个月嘛。下个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上辈子我跟各个卫生部门打交道，再严的食品安全产查都见过，也没受过那种冤枉气。王桂芬的一脚不是踹到我身上，是踹到的时代的关节上了，今儿怕是没得搞头了。江师傅，你咋个到这儿来了？陈老，来办个卫生许可证，想起个店。哦，那是好事的嘛，办得咋样了？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了。你跟我来。陈老，你咋子聋了呢？小孙，我来问一下，那位江师傅想起申请个熟食店的卫生许可，我听他说要排到下个月。陈老，不是我故意要卡到，你也晓得我们人手少，规章制度就是那么定死的。这个事情嘛，按规定是规章是实的，人是活的的嘛。现在啥子精神？搞活经济，支持个体户。江师傅的手艺我亲口尝过的，那个钵钵鸡比老四川的棒棒鸡都够味。那样的手劲人的不扶持，还要设障碍，哪不是跟政策对着干是啥子？是，我吃了它好几天，你看我身体有啥子问题没得？卫生不卫生不靠嘴巴说，你们现在就上门去看。厨房不达标，你罚他，我没二话，要是达标了，那个证京郊办不办得到？能，我呢就安排人跟江师傅去检查。江师傅，手续上的事以后少不了，莫只晓得埋头做东西。明白，谢谢嘞，陈老。谢啥子嘛？几句公道话。店开起来了，我要第一个去捧场，到时候你那秘方给我留一份哈。那可不行，这是我的棺材本儿。哎呦，有那个就好办了。3天后来取。妈，证办下来了。3天后取。太好了！你看，我把春熙路的一片都转完了，还画了张小图。妈，我在地图上圈了3个位置。那第一个在北河大楼斜对门，4个休息铺，位置最好，人流量最大，但房租1个月要80块，太贵了。那第二个在小娃街，4个小院，能住人，能开店，房租便宜，1个月30，但那条街上没得啥子单位，白天人少。第3个呢？第3个在青石桥市场后头，原本是个小吃店，后来不干了，一直空起的。那地方乱，但离市场近，买菜方便。最要紧的是，它后头连着轧钢厂的一个废弃小食堂，有个大灶台跟大铁锅。大灶台、大铁锅，那简直是瞌睡拢了送枕头。我问了市场管理员，那铺面待到后头不当到带甩餐小食堂，神嘛，1个月租金只要25块，因为没得人愿意租。但我觉得那个地方最好，虽然位置偏，但我们的钵钵鸡够好吃，不怕巷子深。有了那个大灶台，我们的产量问题一下就解决了。我们甚至可以在后厨生产，只在前面开个小窗口卖，连装修都省了。啥子叫做生意的料？那个就是
我也没教他啥子 SWH 分析，他自家就能算得清清楚楚的，还敢选那个望起去最撇，但实际上最巴适的。清河，你说得对，就那个咯。明儿咱们就去把那个铺子盘下来。妈，你真好。不是我好啊，是你自家厉害。那一刻，我庆幸得很，自家穿过龙哦，恁个鲜活的女娃娃。要是真的在梳头遭搓磨，那才是老天爷不长眼睛哦。建军，你今儿跟厂头请一天假。妈，请啥子假？厂头正忙得很，那个月任务紧，主任天天盯到起来。我不管你好忙，今儿跟到我和清河走一趟。要得嘛，明儿又要挨批。那地方是巷子还是垃圾场？就是那点儿，你们自家看。妈，那地方好脏哦，租来做啥子嘛？租金25，押一付3，水电自筹。好过厚实，没得裂缝。妈，那个灶台一次熬100斤都够。就那了。看完了，想好没？租了不退钱。我们租。黄科长，我们租，不过有几点要说清楚。大姐，你拿主意就行，跟你儿媳妇儿说啥子嘛？她一个年轻媳妇儿。黄科长，我是那家店的掌柜，我妈是掌勺的，我是管账的。黄科长，我是这家店的掌柜，我妈是掌槽的，我是管账的。这是苏清河遭调包了。黄科长，那个铺子空了好久了？半年多。半年多，150块钱租金打了水漂，你租跟我们月月有活钱，年底租报表字面好看。你为了50块钱押金，卡死一笔稳当的长线收入，划算不划算？水电我们自家重新结，我们自家掏钱，但你得帮我们打声招呼。你是管了一片嘞，你一句话比我们自家跑断腿管用得多。女娃子嘴皮子不错嘛，威逼利诱的。第三，我们要签正式合同，租期1年，合同上写明1年之内租金不涨。我们前头投了钱，打扫、修缮、拉电线，不是跟你做了架衣裳。行家，你那个小媳妇从哪儿学的？跟我妈学的。对，押一付1，1年不涨租，你写进去，我签。以后呢，片有事报我名字。清河，你啥子时候学的那些？多说就会了。可你说得比我们厂销售科那个老陈跟老陈还利索。建军，莫愣到起，拿扫把干活。你媳妇儿连铺子都谈下拢了，你当男人呢，还杵到做啥子？以前他到屋头，话都不敢大声说一句。现在倒好，跟人争租金的时候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那小子今儿总算看到自家媳妇的厉害了。以后他要是再敢说风凉话，我就把那口锅扣到他脑壳顶。锅擦亮了，灶堂头的灰也要讨干净。建军，你爬进去讨。啊，我？不然呢？我爬进去，还是你媳妇儿爬进去？灰好厚。妈，来，先垫2口，我去看后头还有啥子要收拾的。建军，你是捡到宝了，晓得不？妈，我以前是不是太混了？你现在才晓得。妈，后头还有口井。来看，水还清凉得很，都是墙角堆了好多狗屎，臭得很。有狗屎都是好事情噻。好事情，狗屎没清说明啥子？说明那地方有狗屎运。现在有水有灶有锅，就差茶几。对头，鸡从哪儿来？你想过没得？妈，菜市场那个摊主一天最多给咱们10几斤鸡爪，那口锅一锅能煮100来斤，光靠它不够。你算得对头，我要明儿去一趟东郊家禽场，找他们厂长把鸡骨爪货谈下来。我嘞，妈，要不换市里去吧，我怕谈不下来。我去，人家看我一个老太婆，3-2句就把我打发了。你去，你年轻，脑子活，账算得清。鸡骨爪货他们一天出好多斤，处理1斤要花好多功夫。冷冻仓储费1个月好多钱，运到郊外填埋运费好多，环卫罚款好多。那些数我都给你估好了。记住一句话，你不是去求他卖给你，你是去帮他解决麻烦。妈，要不我陪清河去？你气了人家厂长，一砍你的掌嘴，3句话能把人得罪光，让你媳妇儿自个起。
妈，我明儿一早就起。做啥子嘞？孙厂长，我想包你厂里的鸡骨杂货。包鸡骨杂货，小同志，你晓得我厂里一天出好多鸡架鸡爪不？200到300斤。你倒是做了功课，那你晓不晓得这些货现在卖给哪个？副食品公司8分钱一斤，但副食品公司只收鸡胸鸡腿，剩下的鸡架鸡头鸡脖鸡叉你处理不掉，堆到冷库占地方不说，还得雇人拉去郊外填埋，一车运费3块，1个月跑8趟24块，要是找环卫部门撞上，按新出的卫生条例还要罚款。理到4门清，说吧，你想咋子？人工运费、损耗、罚款风险，再加冷库电费分摊，你那堆废料1个月吃掉的43块2，一年就4518块4。小同志的做啥子呢？卖钵钵鸡的。卖钵钵鸡的，跟我的家禽场的账算得比我会计还行活。孙厂长，我出6分钱一斤，长期收鸡架、鸡头、鸡脖、鸡爪，外加鸡油跟碎骨头，我全要，我绝不添麻烦，一样不挑，心甘真理留着单独卖高价。我不动你嘞，不光省了你的运费罚款，每月还能给厂里添一笔400-500块的进账，一年下来5-6千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独家供应，1年。你的6分还是太狠了。孙厂长，6分是跟你做朋友了价，市面上哪个敢按斤包的几片骨头爪子，没得第二家。我那个小摊要是干黄了，你堆东西还得倒贴，我能干起哈来，你那笔进账才稳。合同呢？你带没带？没带，我那儿有现成的，你来填。小姑娘，理了老子要是过我们厂，哈哈，明天就给你升副厂长。天头，算我交你那个朋友，他会带你们老板一起来，我请他喝酒。我就是老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后生可畏啊！妈，签了6分一斤，独家供应，签1年，他还多送了2只老母鸡当天头。喘口气再说。妈，我不怕了，往后的家禽场的账就归你管了。妈，拉回来了，200斤，1分不少。妈，恁个多，得做到后年马月去。3天。三天？第1天处理干净，第2天熬汤串串，3天出摊儿。咋个回事哦？这骨头咋个提不出来嘛？看清楚，手脚麻利点儿，这点事都做不好。妈，那比屋里闻到的还香，那叫炼红油，加鸡油是独门秘方，是姜鸡的命根子。尝一下。妈，太好吃了，香味儿全进骨头缝里了。我从来没吃过恁个好吃的东西，好吃就行。从今天起，姜鸡钵钵鸡要让全西坝子的人都尝尝这个味儿。咱一定能大卖。姜师傅，20串鸡爪，多搁点红油。那还有新品呢？对头，鸡头3分钱，鸡架和鸡脖子都4-5分钱一串，来点尝尝。好啊，都给我来1串。要得。妈，你的硬是开起铺子了嗦？是噻，托你的福哦。妈，你硬是说的啥子话哦？我跟爱华都是听说你开店了，专门来恭喜你的嘛。妈，你的生意做大了是好事的嘛，不过那店头人手怕是有点不够哦。你看我跟大嫂耍到也是耍到，要不我们来跟你搭把手嘛？二嫂说的对头，不过呢跟大嫂都是享福的命，干不来那个起早贪黑的辛苦活路哦。行了，没得你们的事，忙得很，莫到那点挡到客人。就是嘛，排队半天了，2个不买东西的，堵到去做啥子？妈，我刚才说的对不对？对得很，长进了。你们那个钵钵鸡到底放了啥子？咋个可能香成那个样子？我怀疑你们放了啥子不该放的东西。
啥子意思哦？我天天来吃的嘛。也不是没得可能哈，我天天找那个想闻的脑壳晕，加了那些东西，再好吃也吃不得哦。做餐饮的最怕沾到不卫生的3个字。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们的店有正规的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，所有程序都是合法的。许可证哪个晓得你们这个证是咋个来的嘛？你们这个东西吃坏了肚子哪个负责？哪个敢说他家东西不卫生？我负责。我天天吃他们家的钵钵鸡，咋个没吃坏肚子呢？陈老，我就是关心一下食品安全。看到没得？享誉间盖的章，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就去举报，让享誉间的人再来查一次。我替他们把门关了。要是查不出问题，你刘经理就为今儿的反话公开给姜师傅道歉。就是嘛，人家东西好吃，你们就眼红，自家做的东西跟猪食一样，还好意思说别个？刘经理，赶紧走嘛，摸到那点丢人了。自家生意做不转，就跑来砸别个的场子，那种烂手段，老娘上辈子见多了。清河，给陈老留的四川鸡爪包好了没得？包好了。店面水不大，收拾得清爽。好，好。陈老，四川鸡爪我亲手挑的最大的，没得的我的证办不下来，那店也开不成。你尝尝，算我的一点心意。我那是说了几句公道话不值当，你这手艺才是真金。不过姜师傅，有句话我得提醒你，树大招风，你的生意太红火，怕是要招人眼红。我晓得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好，我就喜欢你的脾气。陈老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到我屋头去，我亲手做几个菜，感谢您今儿仗义直言。这不会麻烦你哦？不麻烦，您都到门口了，哪有不进去喝口茶的道理？要得嘛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妈在的店是不是算有靠山了？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，自家的本事才是铁饭碗。陈老，你好，我是翠芬的爱人赵爱国，到文化馆工作。好，好。陈老，尝尝我这个麻婆豆腐，正宗川西做法。麻辣浪香，酥嫩鲜活，8个字站齐了。姜师傅，你的手艺放到饭店都够格。妈，今儿一共卖了215块7。多好多？215块7。215块7。妈，一天就卖那么多？咋子？不信？我一个月工资才32，一天2倍，1个月就4、6千，1年就4、6、7万。你们那是要成万元户的节奏啊！万元户，我的目标可远不止于此。那江记钵钵鸡只害我那餐饮帝国梦想的第一块基石。姜师傅，那个刘经理不会就这么算了？国营饭店的招牌砸了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还能翻起啥子浪？明面上不敢，地里呢？你们的店才刚起步，根基不稳，万事小心。陈老提醒的事，我记到起了。妈，他们抄袭我们，还压价。他抄得会算球，只是价格降得凶哦，每样都压到我们底下。妈，我们咋个办？要不要也降？降啥子降？他亏得起。国营单位工资照发，房租不要。我们是个体户，跟他打价格战，他赔本赚吆喝，我们赔本就关门。不降价，老就不管他。哼，当然不是。清河，你去他店里买一份回来，我尝尝。买他的？哼，去。没泡透，骨头缝里还湿白的，红油是旧的，发苦发齁。为了盖苦味，盐还下得重。老还怕他啥子？怕倒不怕，但不能跟着他犟，那是拿短处碰人家长处。他是老字号，街坊认他。价格一样的时候，人家买我；价格不一样了，总有人心头打鼓。所以我不跟他比鸡爪，我做他没得的东西。新品。红油土豆片，红油辅助，1毛钱确实便宜，但买完鸡爪想再烧一份土豆一份辅助呢，他那儿没得，只能来我的那儿。人都聋了，鸡爪还会去他那儿买。土豆成本不到2分钱一串，辅助成本1分半，你再算一下，买3送1送辅助，我们还能不能保住利润？每单还能赚5成，那就那么办。他降价，我不降，我搞活动。降价是贱卖，搞活动是让客人占便宜，一个是掉价，一个是大方，你品品是不是不一样？想把我挤走，要得嘛？我让你看看啥子叫真本事。苏姑娘，红油盆头泡的那是啥子？香得我铺子头的客人都问我是不是偷偷开小灶了。
要得要得。新品红油土豆片1分钱一串，还有红油腐竹也1分钱一串。今儿开业买3送1。那好嘛，跟我拿3串土豆片，再打1串腐竹，我先尝一下味道再说。老陈家嘞，那土豆片绝了，脆得很。啥子东西恁个香？不晓得，看看去。口碑的东西花好多钱打广告都买不下来。给我来5串土豆片，再打1串腐竹。切割一下。新品还有没得？土豆片给我留1份。我从巷子头闻到味儿过下来嘞，腐竹还有没得？土豆片还有最后20串，腐竹还有15串，要来抓紧。我跟你们说，对门那个国营的鸡爪5分钱卖回去嚼都嚼不动，红油垮淡淡的。江记那个虽然1毛钱，但是一抿就化。你说我选哪个？我又不是没了5分钱。大爷，你那是给江记打广告啊？我打啥子广告？我讲的是实话，你自己吃一回就晓得了。妈，光新品就卖了27块，今儿日子还长。妈，照那个势头，1个月下来，晓得就行了，莫喊出来。一个摆地摊出身的野路子，拿几串土豆片腐竹就想把我脸根扒了，想得美。国营老字号，30年手艺，1分钱2串，尝了不好吃不要钱。 30年手艺哦，要不试一下？价钱比江记便宜1半哦，闻起就没得江记的香。妈，不小管他，造福客人，他爱占到，又不收占道费。要得，鸡爪5串，一共5毛。下一位，来尝嘛，不好吃分钱不收。不咋样，咸得要命，骨头缝的还是白的。 大爷，您这手艺回去再练练嘛。 30年手艺人，遭一句回去再练练打发走了。搁谁身上都不好受，但做生意东西不行就是不行，谁也没义务照顾你的感情。妈，今儿卖了265块9，刨去本钱进了167块2，咱们是不是该把买3送1停了？活动搞了10天。 该拢的客人都拢过了，尝过觉得好的早就成了回头客。老味的会吃了瘪，但国营厂子亏得起，他还会万一再换个路子咋个办？你算过账了？算过了，活动10天，总利润比正常卖低了差不多1成半，但新客人多了快1倍，那里头至少有1半是活动停了他也会来的。那就停。要得，那块白铁皮牌子我擦干净了，靠到后厨墙角的，下回再用。来1串鸡爪。 刘经理，慢走。输得不冤。笑啥子？没笑啥子。那事啊，还没完呢。妈，货拉回来了，今儿家禽场那边。啥子？孙厂长跟的东西不对，鸡爪发黄，鸡翅尖皮都皱了，闻起有一股子沤味儿。 隔夜货，那鸡爪至少杀出来1天半了，没进冷柜，皮都回软了，腋下还有点发黏。妈，那味道不对。清河，你算一下那批货损耗能弄几成？鸡爪翅尖加鸡架，至少4成不能要。按咱们现在的卖价倒推，那批货不亏就算阿弥陀佛了。好嘛，孙厂长嘞是给咱们上了道硬菜。妈，他今儿跟我打官腔，说最近货源紧张，好货都得先进到国营副食店，能运给咱们就不错了。我瞧他那意思是想加钱。 货源紧张，放他娘的屁！家禽场每天流水台上杀的鸡是定数的，多一只少一只都有计划。清河，上个月咱们从家禽场拿了多少斤鸡骨抓货？平均1天200斤出头，1个月6000斤上下。6000就把孙厂长的路子堵了。他手上过的货1个月几10万斤都不止，这不是货源紧，是有人在后头递了话。啥子？你动动脑壳，咱们的钵钵鸡卖的越火，哪家脸色就越难看。国营饭店那个刘经理，他不是遭陈老骂得说起气了的嘛？明面上是说赚了，暗地里头绊脚石1块都没有少搬。他动不到咱的铺子，就在上游卡脖子。建军。 明儿呢，再去一趟家禽场，莫找孙厂长，直接去找他们车间主任。车间主任对头的跟他说，咱江记准备扩大生产，每天内量翻1倍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我们自个派人进车间挑货，现场过程现场结账。妈，咱们现在1天200斤都快供不上卖，翻1倍，拿啥子卖嘛？我喊你说你就说，嘴上翻1倍，脚下头才卖得动步子。另外，你顺嘴带一句，城南家禽场那边最近有人过来接洽，想跟咱们合作。城南家禽场
咱们跟人家连话都没说过一回的嘛。没说过才好，没说过的话才叫消息。你只管把话递过去，剩下的不用你管。要得，我明儿一早就去。妈，清河，忙着呢。太阳打西边出笼了。王桂芬，你啥子时候学会送东西了？哎呀妈，你那话说的，我跟弟妹寻思你们天天起早贪黑太辛苦了，送点水果润润嗓子嘛。妈，你看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，我跟大嫂在家里闲起也不是个事，我俩寻思到也想学点手艺，做点小买卖，贴补家用。你们做买卖？对对对，就是笨手笨脚的，对煮饭一窍不通。你看你能不能教我们？想学手艺，我看是想偷房子。二嫂想学做啥子买卖？要是开个小卖部啥子的，我倒是能帮着算算账。算啥子账啊？我们就想学那个钵钵鸡。妈，咱都是一家人的嘛，你不能光带老三家的发财，不管我们大房二房的死活噻。你把那个法子给我们，我们自家在屋头做，拿出去卖，赚了钱还能孝敬你跟爸呢。那个王贵芬硬是又蠢又贪。胡闹！你妈那个是手艺，是吃饭的本事，是随便拿给人的吗？你们自家不学无术，就天天惦记到从别个碗头跑食。赵家的脸都遭你们丢尽了。那个一辈子只晓得知乎隔夜的老学徒，还会说出那种不留情面的话来。头一回看到爸发那么大的火，还是对着嫂嫂些。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帮到屋头。滚回去！以后少拿那些无家找的事来烦你妈。苏清河，你等到起！行了，气饱了没得？饱了就去歇到，我去给你煮碗面。给你。那个老学徒一辈子就晓得知乎者也，今儿倒硬气了一回，有来有往，屋头头才和谐得起来。不像有的人连吃带拿却半点不吐的，硬是屋头头的蛀虫。那两个人以后怕是不会再拢了嘛？哼，难说得很。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那个方子收好，也没让建军晓得。他的是在提醒我，连亲儿子都得防到。那个老血光，心里跟民警似的。要得，你管好那些书就行，屋头的事我来操心。妈，你是神了！爪子了？妈，我今儿一大早就去弄出厂了，没找孙厂长，直接去了车间。我刚跟车间主任说，我们将计想自家进车间挑货，现场称重，现场结账。那个主任脸都绿了。然后呢？又听我说城南嘉兴厂那边有人接洽，当场就把孙厂长叫过来骂了一顿，骂他龟儿眼皮子浅，为了1分半分的差价，差点把大客户往外推。孙厂长咋个说？孙厂长连张一遍话都说不摊头了，说以后跟我们的货都是当天宰的最新鲜的，鸡爪要拉皮挑拉皮，时间也不产老货。这就叫你表现得越离不开他，他就越拿捏你。你让他晓得的还有别的选择，他反倒要上赶到巴结你。那就是做生意，你软他就硬，你硬他就软。妈，我明白了，就跟讨媳妇儿一样，你越是追得紧，人家越不拿你当回事。你在那儿乱说啥子？你在那儿生火！媳妇儿，我错了。正宗钵钵鸡，好吃不贵，买一送一啦！买一送一。对门也卖钵钵鸡。钵钵鸡，正宗钵钵鸡，鸡爪5分钱一串，藕片1分钱一串，买一送一，都来尝一下。花的做的嘛，要不先过去整2串。可是那边红油味道闻起安逸的嘛，对面闻起寡淡得很。妈，他那是瞎搞的嘛，那个价钱他本钱都赚不回来。让他搞，你看到起，磨出3天，他自己就要哭。妈，我算过了，他鸡爪5分一串，赤脚3分2串，藕片1分一串，再加买一送一，每买1份就要亏1半。他那是拿钱往水里扔哦，他以为把我们的客人抢走，等占到了，他再涨价，想法倒是不错。可惜嘛，他算漏了一笔最要紧的账。啥子账？人心账。客人，你看你要些啥？鸡爪5份，藕片1份，买一送一，划算得很。给我来1份鸡爪。呸！那是啥子鬼东西哦？一点红油香味都没得，鸡爪还一股子腥气。老板娘，你那个钵钵鸡怕是拿涮锅水泡的哦？咋个可能嘛？我这可是祖传秘方，你这个人是不是隔壁派来捣乱的哦？懒得跟你扯。江婆婆，对不住哈，我年轻图便宜，你那个红油味道硬是没得比。小伙子，吃东西嘛，吃得就是个舒心。来，那2串算婆婆请的嘞。
江婆婆，你的红油真的没得那个啥子壳子哦？就是我屋头娃儿吵到要吃，我不敢买。啥子壳子？听说你的钵钵鸡的红油是加了啥子大烟壳子，吃了要上瘾的。就是的，怪不得我吃了越想吃，怪不得你家生意这么好。李爱华，你比王贵芬有脑子嘛？晓得正面打不过就玩阴的。我这红油里头要真有那东西儿，我第一个抓去枪毙，你信不？我也是听别个说的。妈，这可怎么办？再让他这么说下去，咱们的生意就毁了。急啥子？我们的梗在这里，只要锅里的汤底是干净的，是香的，啥子谣言都不怕。清河，去拿纸笔来。告街坊邻居书，本店江记钵钵鸡所用红油由八角、桂皮、香叶等20余种草本香料配以菜籽油精心炼制而成，所用高汤由新鲜鸡骨、猪棒骨慢火熬制，两相结合，才有这一盆麻辣鲜香的滋味。从选料、炼制到出品，每一道工序都经得起查验，绝无任何违禁之物。所谓大烟壳子之说，纯属无稽其同行诽谤。为证清白，本店从即日起，每日上午10点、下午4点，分2次向外免费派送红油原汤，每人限领1碗，欢迎街坊邻里品尝监督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来，江记，请大伙儿尝汤。香得很，那分明就是香料的味道嘛！哪个龟儿子乱造谣？给我一碗，我要尝尝。我也要监督。哎，巴适，那就是骨汤的味儿，哪个龟儿子乱造谣？那汤比外头面馆的高汤还巴适。慢点，慢点，管够。清河，再搬一桶出来。对门那个鸡爪，我昨天买了一份，咬2口就扔了，腥得很，哪像江记那个，光4汤都喝个3碗。哼，他们拿食眼红，自家东西不行就来泼脏水。妈哩，听见没？他们现在越泼脏水，咱们生意越好。今儿排队的人比昨天还多了1倍。那叫危机公关，坏事用好了，比打广告还管用。危机公关，那是啥子意思？就是说，有人给你挖坑，你莫急着跳出来骂，你拿坑里的泥巴敷回去，还能顺便给自家栽棵树。妈，我想到个新办法。啥子？鸡爪配鸡头、鸡架、鸡脖子和翅尖，再加2串素菜，本来要3包，咱们套餐价只收2毛5。再比方说5串鸡爪配3串豆腐皮，再送1串土豆片，叫过瘾套餐。客人觉得捡了便宜，咱们还能把土豆片那种利润高的东西打出去。好主意！你那是把零碎东西绑到一块往外卖，一单顶3单，招牌里来写。要得，挂出去。哎呦，全家福套餐才2毛5，划算划算！那套餐巴适得很啊！我要来个过瘾套餐。王贵芬，你卖的是啥子黑心东西？我婆娘吃了你家钵钵鸡，上吐下泻，现在躺在医院头挂水。你自个闻，那鸡爪发白，都臭了，红油是旧的，泡都没泡透，你也敢卖？我，这都是新货。工商组治安队，有人指出事了。查封。江翠芬，你整我！你不要脸！妈，你救救我们！妈，结束了。不，那才将将开始。清河，你想不想把咱们的钵钵鸡卖到全四川？没法活了，那个日子没法活了啊！辛辛苦苦想赚点钱，咋个就恁个难嘛？老三来，你们就死见不得我们好，是你们害了我们，害你们！我是拿刀架到你们脖子上，喊你们去买臭鸡瓜了。你莫说的恁个好听，要是不是你们
个低，我们咋个会卖不脱？要是不是你们又是送汤又是搞套餐，我们咋个一个客人都拉不到？全是你搞的鬼！妈，你们要是没搞那些名扬，我们的生意再不济也能分几口汤喝。做人不能太绝，您跟我们的路都堵死了，还不许我们说一句？大嫂、二嫂，你们的生意为啥子做不下去？自家心头没数？你用的啥子料？发臭的猪肝，馊了的豆干，都是你从菜市场后头垃圾堆边上捡回弄的嘛？你以为人家闻不出来？那天那个大哥的婆娘吃了上吐下泻，躺到医院头挂水，你忘了？生意做砸了，就跑回弄撒泼打滚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哭啥子哭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滚回屋去！正好，今儿人齐，开个会。清河拿账本儿。好嘞。那是江记钵钵鸡开业以来所有的账目，清河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对得到。从今儿起，我有几个规矩要立一下。第一，那个店是我跟清河建卷3个人开的，赚的钱除了屋里的日常开销跟孝敬我跟你爸的，剩下的要作为店铺的扩大提升基金，哪个不得动？第二，大房跟二房以后每个月我给你们10块钱来生活补贴，那是看在你们还是赵家人的份上。以后你们是想出去工作还是想做买卖，我们不干涉，但也别指望我们能帮到啥子。10块钱还不够我买雪花膏嘞。第三，以后哪个再敢到背后搞小动作，那就莫怪我翻脸不认人，到时候我直接跟你们从这个屋头赶出去，断绝关系。翠芬说的就是我想说的，那个家早该有个张峰了。那个家从那一天起才算是真正分清了。妈，谢谢嘞。谢我啥子？谢你将将护到我。傻丫头，你是我儿媳妇，我不护到你护到哪个？再说建军今儿不是也护到你了吗？妈，你莫打趣我，我只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那个家会恁个像个家。啥子像不像嘞？本来就是，倒是前2天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考虑得咋样了？妈，我想好了，想把我们那个钵钵鸡卖到全四川。光靠我们那个小店可卖不到全四川。我晓得，我那几天一直到想，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味道，最大的瓶颈就是产量跟销售渠道。后院那口大锅一天最多能出600斤串串，那已经是极限了。但是光靠那个店门口排队的客人，一天撑死卖得出去200斤。多出来的400斤要烂到锅头。所以我就在想，能不是能跟一些单位食堂或者副食品商店合作，我们跟他们供货，他们帮我们卖，我们可以跟他们一个批发价，让他们有钱赚。那个想法好。我还打听了，我们旁边那个轧钢厂有1万多工人，他们的食堂听说整得很撇，工人们意见大得很。要是我们能跟他们的食堂承包下来呢？承包食堂？对，1万人一天2顿饭，就算一个人一天只吃2毛钱的菜，那也是4000块的流水。他们现在的食堂，我去门口闻过，一股子水煮菜的寡淡味儿，工人端到碗蹲到路边子，脸都是垮起的。承包食堂的事，我们得好好合计合计，那可比开个小店要复杂得多。我帮你。不用，不中。那小子情商跟他的车铃铛一样，得用力查。清河，过来坐。承包食堂的事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定的，轧钢厂是公营大厂，头的水深得很。妈，我们不能恁个直接找上门去，我要承包你们食堂，那跟啥子没得两样。那你说该咋个办？我想先摸清楚情况。第一，他们食堂现在是哪个在管？管事的人叫啥子名字、啥子脾气？第二，采购是哪个负责？从哪儿进货？价钱好多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工人们对食堂到底有好不满？他们最想吃啥？最讨厌啥子？那些事可不好打听。是不好打听，但是妈，你忘了咱们最大的本钱是啥子？啥子？是咱们的钵钵鸡的嘛！天天拢咱们摊子上排队的，10个有7个都是轧钢厂的工人，他们下了班宁愿排半个小时队买咱们的钵钵鸡，也不愿意到食堂多待1分钟。他们就是我们最好的情报员。你想咋个走？从明儿起，咱们钵钵鸡的单子多送1串速串，成本低，客人心头也欢喜。但是
那个素串不能白送，咋个说？那个要是能跟我聊聊他们食堂的事，那素串我额外再送他2串。你那里是那个连卖菜都不敢降价的苏清货，分明就是个小无理，还是成了精的。王大哥，今儿又来照顾生意啦？我看你这满头大汗嘞，厂里活儿很累嘛。莫提了，今儿车间那台冲场又趴舞了，修了一上午，饭都没顾上吃，饿得前胸贴后背。苏姑娘，老规矩，5串鸡爪，多个红油。跟王大哥多包了2串素串，算送的。哎呀，苏姑娘，你太客气了，那咋好意思嘛？王大哥，你天天笼罩我们生意，我送2串素菜算啥子嘛？对了，你刚刚说了一上午，咋个回事嘛？你们厂的食堂不应该挺巴适？好个锤子，那个6把子就会整大锅菜。清水煮白菜，白菜煮清水，猪看了都摇头。我婆娘说，她做的东西喂猪都嫌没油水。苏姑娘，我们那个食堂就是糊弄鬼的，荤菜就是几颗肥油丁子飘到汤面上，素菜就是水煮莲花白，汤就是刷锅水。马主任越来越过分了。马主任管食堂的就是他，哪个的账都买，就是不管事。采购那个老孙手黑得很，1斤白菜报1斤2两，那2两就进了他自家腰包了。上个月厂里发了一回福利猪肉，硬是找他1个半，说是损耗，损耗个锤子。那也太过分了，你们就没人去反映一下？反映啥子嘛？马主任是后勤处长的小舅子，后台硬得很。我们工人有啥子办法嘛？只能到李那头儿多买2串解解燃了。李师傅，你慢走，明儿还来哈。苏姑娘，来2串腐竹，再打2串腐豆片。要得。你们要是能跟摊子摆到我们厂门口，我天天拢照顾生物，比那个鬼食堂强1万倍。就是那个食堂的馒头，昨天蒸得跟石头一样硬，啃都啃不动，还不如我们车间来冲床压出来的铁疙瘩。清河，你忙得过来不？要不我……不用，你歇到。来吃钵钵鸡，好吃不贵。小伙子，你喝啥子嘛？我们又不是不晓得。他还晓得帮忙了，虽然帮得实在不咋样。妈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轧钢厂正式工加合同工一共11327人，每天到食堂吃午饭的少说有8000。8000？厂里给每个工人的伙食补贴4两毛钱。光午饭，食堂一天流水就有1600块，光白菜那一项一冰就差了2分钱，还有肉、土豆、米面、粮油加一起差了将近3成。你那是管理不善，那就是明抢。这是根据工人们的口味，我设计的 A、B 2套菜单。A 套偏重油盐，像土豆烧肉、麻婆豆腐，工人们喜欢。B 套清淡，鱼香肉丝、番茄炒蛋，给厂里的干部和女工。最重要的是，每周5特色餐江记钵钵鸡，那是我们的拳头产品，只要让他们尝过一回，就没得跑。清河，那些都是你自个想的？很多都是听你平时念到的，我就记下来。你不是老说啥子 RCUX 分析嘛？我不太懂那个，就按自个的想法画了个图。苏清河，你硬是有点凶哦。妈，计划是有了，可我们咋个才能让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呢？清河，磨刀的事你做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该去找那个能跟我们的刀递到挣钱的人了。江师傅，你这是把饭店搬来了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我刚跟老板念叨，说好几天没吃到你的钵钵鸡，你就给我送大餐来了。陈老，您坐。今儿个没给您带钵钵鸡，换了2样，您尝尝看合不合口。肥而不腻，蒜苗香和豆瓣醇融得恰到好处。江师傅，你的手艺开个钵钵鸡摊子取材了。陈老过奖了，你侄子高兴就行。陈爷爷，那是我和我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，想请你给指导指导。哦，我看看。清河丫头，你那个不叫不成熟的想法，那叫商业计划书，拿到银行去都能贷来款。陈爷爷，你那是夸我呢？不夸你夸哪个？那上头写的轧钢厂食堂的采购价、工人满意度、菜单设计，连每周5的特色餐都想好了。清河，你那份心思比你妈的回锅肉还难得。陈老的眼光毒得很，一眼就看出清河是那块料。那计划我看行，但是有2个问题。你说？第一，你们的名字江记钵钵鸡，一听就是个夫妻老婆店，格局小了，
你们要去承包轧钢厂的食堂，代表呢就不是一个摊子，而是一个企业，得有个叫得响、听着就正规大气的名字。那确实是我们没想到的。第二，你们现在的铺子连正经的后厨都没得，轧钢厂凭什么跟上万人的食堂交给你们？他们会担心你们的生产能力、卫生条件、管理水平，你们得有个像样的根据地。妈，咱们的店就叫锤和记，要得不？用你的锤跟我的和。好，就叫锤和记。但陈老说的第二个问题才是真正的蓝老虎，一个像样的根据地，意味着要扩大店面，要改造后厨，要办更正规的执照，那一切都需要钱。清河，你来数仔细了。妈，咱们从开张到现在，刨去成本和家里日常开销，一共净赚3268.5块。明儿拿这笔钱给咱砸个配得上的根据地出来。建军，明儿去厂里把工作辞了。啥子？我封你为我们锤和记的后勤部长，1个月给你开80块钱工资。80？我厂里1个月才32，我干！好，那你现在跟厨房灶台跟我撤了。拆？妈，那灶台用了10多年，好好的。让你撤你就撤。妈，那也太凉了，哪像咱家的厨房？拿着去商场给咱拉一台冰箱回来，要最大个双开门的。冰箱？妈，那玩意儿一台好几百，还费电。咱现在灶台也砌了，瓷砖也贴了，够用了嘛？买冰箱干啥子？让你气就气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哦。哎呦喂，恁个大个铁皮柜子，那个土老帽，那叫冰箱，制冷的，夏天能吃冰棍儿。我外甥到省城百货大楼当售货员，跟我掰过的。冰箱，我要看冰箱，让我瞅一眼嘛。慢点儿，莫开到门框。老赵家的是发大财了啊，连冰箱都买上了，那玩意儿怕不是要好几百？哼，我听我外甥说，那种双开门的，少说1800块。天哪，恁个贵啊！凭啥子？他凭啥子嘛？大嫂，莫急，树大招风，越显摆倒得越快。妈，要等好久？半个小时。凉嘞，真的是凉嘞。凉你个头！清河、建军，过来尝尝。妈，好甜哦，又凉又甜。80得板。清河，根据地的事得抓紧了。妈，咱铺子斜对面那个倒闭的杂货铺打听过了，房东是个老太太，姓孙，家里头儿女都在外地，她一个人住，铺面空了大半年没人租。多大？比咱现在大1倍，后头还带个院子，能放东西，能腌菜。院子角落里还有一口老井。那个杂货铺我去过，门脸旧得很，墙皮都掉了。就不怕，能收拾，关键是地方大，位置好，就在咱眼皮子底下，搬东西招呼客人都方便。房东啥子价？孙老太太开头咬死了，800块不松口。我摸了摸，跟她孙子送了汤，陪她聊天择菜，同意750块跟铺子盘给我们。干得漂亮，清河，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。喂，里头的人呢？死绝了啊！哪个龟儿子？我说那儿哪个管得到事？我管。懂不懂规矩哦？到那条街上开店，拜过码头没得？建军，退后。
还有个小美人儿。小妹妹，跟哥几个耍一下嘛，哥请你喝汽水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大姐，有话好好说，莫冲动嘛。我再说一道，把你那个脏手拿开！三位大哥实在对不住，我妈负我心切，将多有得罪。我们小本经营，刚盘下那个铺子，确实不懂得街上的规矩。要不三位大哥伸进来歇歇，咱们坐下慢慢谈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想咋个谈。三位大哥，这是我家自个做的钵钵鸡，几位先垫垫肚子。东西是不错，不过光会做菜不得行，那条街上的规矩不能破。大哥说的是，保护费那个规矩我们懂，不过我们现在刚盘下铺子，钱都投进去了，实在四周转不开。没钱嘞，说个串。那你们说咋个办？我想跟大哥谈个买卖，与其每个月到我们那儿拿几十块钱，不如我们一起把那个钱赚了。赚？咋个赚？我给大哥开一份工钱，每个月100块，就挂个后勤安保部经理的名头，平时帮我们看着场子拉货，有啥子不开眼的来找麻烦，你出面摆平。您看那笔买卖比收了几十块钱划算噻？100块，那比大学教授的工资都高哦。大哥呢，在那片人熟脸熟，那是我们比不了的。我们的新店开张，后头还要扩，光是每天拉货送货就需要人手。再说了，生意好了，难免有人眼红，就跟今儿一样，也要有刘哥那样镇得住场子的人照应到起嘛。再说了，我听陈爷爷讲，现在鼓励个体户发展，刘哥呢，要是现在加入，往后我们催活剂做大了，那就是原毛工程。陈爷爷就是住巷子门那个陈老噻，他最喜欢吃我妈整的钵钵鸡了，还说要帮我们介绍给轧钢厂的领导的。陈老。弟妹，那番话敞亮，刘哥我服气，要得。那会儿我结了，往后催活剂的事就是我刘光头的事。那个赶到的踏杂吃，我头一个不答应。嫂子好。刘哥客气了，往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铺子头的事还要多劳烦哥哥些费心。费啥子心嘛？弟妹你开个口，哥几个干劳徒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的钵钵鸡硬是好吃得板，往后能不是能天天吃嘛？管够，那女娃儿上辈子是啥子谈判专家转身啊？地头蛇都给他收编了。嫂子的铺子要整，咱哥几个有的是力气，搬砖、和泥、扛木头，给老子整起！刚还要收保护费，咋个转眼就成自家了人了？愣到起干啥子？去给刘哥他们倒碗水嘛。刘哥，喝口茶润下嗓子，咱开的是饭馆，又不是炸吊臂。弟妹说话就是中听噻。点炮仗我来，保管给咱催活剂，咋个开门红哦？好字。哟，翠芬姐，你那家店开得排场哦。瞧那招牌，还是赵老夫亲手写的，有面子。江师傅，恭喜恭喜！那是我们轧钢厂工会几个姐妹凑钱做的，川西第一位，不嫌弃吧？周姐，恁太客气了。那面锦旗挂到墙上，比打啥子广告都管用。你们的店开起来，我们厂那些工人可高兴坏了。以后中午吃饭有地方去了，不用再蹲路边啃冷馒头了。到时候给你们多送2串。建军兄弟，恭喜恭喜哦！以后有啥子好货，我头一个给你留到起。多谢主任，往后少不了麻烦你。妈，开张喽！开张喽，来货喽！大嫂，回去吧。凭啥子嘛？陈老，
今儿的鸡爪我多炖了1刻钟，你尝尝。就是那个味，一天不吃浑身不得劲。陈爷爷，那是我跟妈琢磨出来的一个新章程，你帮我们看一眼。竟然做得恁个好！我们有人、有手艺、有章程，就缺一个机会，自然要把握住。腊岗厂的食堂一直是老大难问题，不是没人想过办法，但都折了。里面的水比这海还深，水再深，也得有人哈气汤汤才晓得深浅。丫头有胆气，食堂主任马德才是个老油条，采购孙大海更是雁过拔毛的主儿。最关键的是食堂后厨的老师傅刘凤山。刘凤山，他到轧钢厂的灶台高头颠了30年勺，厂里一半以上的干部都是吃着他做的大锅菜提上来的。你们想动他的饭碗，他能跟你们拼命。陈老，我们不想动谁的饭碗，我们只想让工人们吃上一口热乎可口的饭菜。工人们干的是一天10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，凭啥子连顿好饭都吃不上？其实啊，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，只是一直没想好要不要开口。是该变一变了，工人凭啥子不能吃顿好饭？下个礼拜3，厂里要开个会，专门讨论食堂改革的问题。到时候会有一个公开的竞标，刘福山那边已经准备了一套方案，还有2个国营单位竞争。我豁出这张老脸，去给你们争取一个上台的机会。能不能抓住，就看你们自家的本事喽。陈老，你那份情，我们记下来了。别谢我，我不是帮你，我是帮了上万个吃不上好饭的工人。竞标了天，不光要讲方案，还要现场做菜，让厂领导跟工人代表品尝。你们只有3道菜的机会。妈，那是能成吗？那可是轧钢厂啊！行不行？试了才晓得。青沙条老周家的郫县豆瓣要3年成的，三圣田现在的七星椒要红得发亮的，还有去屠宰场找刘屠夫，要他留的猪板油现熬的，东郭的一概不要。妈，那满川西坝子地跑，天都要黑了。天黑之前买不到你都莫回笼了，那3道菜食材不地道，神仙也救不了。要得，妈你等到。竞标3道菜：回炒肉、麻婆豆腐、鱼香肉丝。虽然都是家常菜，但越是家常越见功夫。刘福山颠了30年勺，我就让他看看啥子叫降维打击。听话，早点休息。妈，我改完了，你帮我看看。比我想的还要好。子咯，早点睡。明儿上台，恁就当底下坐的是买钵钵鸡的客人，跟你想说的清清楚楚讲出来就行。妈，清河还没睡。吃了碗面，等会儿就睡。你都查3遍3轮车了，再查7都掉了。我就是心里头慌，做点事手不闲到起。妈，明儿要是没选上咋个办？没得选上就回来卖钵钵鸡，天塌不下来。可清河熬了那么多天，眼睛都熬红了。明儿的事明儿再说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上辈子决赛争奖杯，心头尽是虚名。现在院坝头竞标，心硬是出奇力的烫，因为后头有我那个8心8肝信我的儿媳妇，这仗雄起，莫得输。妈，我打听了，刘福山带了4个徒弟拢，阵仗大得很。带10个徒弟来，菜炒不好也400塔。妈，这食堂要是再不改，工人也太造孽了。走，进去。行了，人到齐了，开始。轧钢厂食堂30年来，我每一日都辛勤奉献，所以我们食堂未来的改革方向，就是在保证工人兄弟们吃饱的基础上，稳中求进，逐步改善。下一位，
各位领导，我们国营老店手底下的王大厨是拿过5级厨师证的，我们管理规范，人员稳定，接手食堂稳当。调料、干货、副食品，我们拿货比市面便宜3成儿，光那一项1年就能给厂里省下大几千。各位领导，那笔账不用我细算了吗？下一家，脆火鸡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工友，我是四季厂的馆长苏清河。我今儿带来的不是一份报告，是一本账，记了轧钢厂食堂过去3个月的采购成本、工人的伙食补贴，还有我们脆火鸡对未来食堂经营的成本跟利润愿算。目前食堂每人每餐补贴2毛钱，每天8000人就餐，流水1600块。但食堂每个月还要额外亏损几千块，钱去哪儿了？以白菜为例，市场1级大白菜批发价3分钱一斤，而食堂的采购单价5分。光白菜的一样，每个月就多挣出近100块的笔钱，没进到工人嘴里，倒遭某些人揣到腰包头了。孙经理讲说管理规范，但我算过，第3商业饭店的方案头，管理人员跟一线出工的比例是1:3，工人们每吃一口饭都要额外养3个坐办公室的，那叫臃肿，不喊做亏饭。赵主任说价格最低，我实地看过供销社提供的火腿，47年的成货，用低质廉价的食材克扣工人的营养，那喊做损公轻私不喊整活。我们的方案撇脱得很。第一，搞竞争性采购，所有食材找3家以上供应商报价，哪个香也就买哪个的，从根子上堵到贪腐。第二，搞 A、B 2套套餐，满足各种各样工人的口味，搞严谨的成本验算，保证每1分钱都花到刀刃上。第三，我们保证不增加厂里1分钱补贴，让每个工人的碗头每周至少见3回纯肉，并且食堂头个季度补漏亏空再赚钱。小姑娘，你晓得1万多人的食堂好难管吗？你那是吹牛皮噻！我又没得说大话，才会证明。我的发言结束，谢谢大家。2位领导说的是面子跟银子，我这个粗子只谈底子。光闻那个味儿就知道对了，哼，花架子。那肉丝滑嫩得像玉一样，味道却霸道得不像话。泡椒的鲜辣，糖醋的酸甜，蒜末的辛香，那些滋味到舌尖上搅到转，像一堆人马到嘴巴头打了个漂亮的穿插战。我输了。输得体无完肤。哎呀！8个！我宣布，轧钢厂食堂从明儿起由脆火鸡承包经营，为期1年。要得，以后天天吃那个。妈，我们拿哈来了。一个属于我们的新时代开始了。昨天竞标会后，刘佛山当场就撂了挑子，说自家年纪大，干不动了，带到他的徒弟扬长而去。剩下来的10来号人都是些混日子的老油条跟新来的愣头青。哟，新领导拢了，咋个说？早饭做啥子？你给个话。那哥，好久没刷了。天天刷。几千人的大锅饭，有点过吧不正经？正经。用带到骚味的锅做饭，跟累了一宿的工人吃的也喊作正经。你们的良心跟那锅底一样，都遭猪油腐住了。你咋个说话呢？我咋个说话就看你们咋个干活。从今儿起，我江翠芬是你的新主任，不管你们以前是咋个混的，到我那儿只有3条规矩，听懂没？第一，卫生，地面、墙壁、案板、锅碗瓢盆全部给我弄到能照出人影儿，那个负责的片区不干净，自个卷铺盖走人。第二，
纪律：早上5点半点名，晚上7点半收场，迟到早退一回，扣半天工钱。上班的时候抽烟聊天磨洋工的，我抓到一回，莫怪我当众跟你下不来台。第三，绩效工资，基本工资不动，但我们要拿出食堂利润的10%当奖金。干得好的，一个月多拿10几20块不是问题；干得不好的，拖了大家后腿的，那就对不住了。还有奖金，哼，利润。小姑娘，你怕是没睡醒哦？那食堂开了几十年，就没见到回头钱，不亏就烧高香了。你拿啥子发奖金？拿空气吗？以前亏，不代表以后也亏。问题出到哪儿，我们心头有数。所以从今儿起，食堂的采购也要改规矩。蒋主任，速快点，新官上任哈。今儿的菜验一下嘛。孙科长，那菜我们不能收。为啥子？那都是菜站最新鲜的。孙科长，单子上写的是1级青萝卜6分钱1斤，你的筐头呢，4人嘎挑剩下的等外品，市面1分钱3斤都没得人要，你的1进1出，差价翻了20倍，那账你是咋个算的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跟厂里拆了10年狗，啥子都出过差错。那正好，从今儿开始就不会再有差错了。我们已经跟李厂长申请过了，以后食堂所有大宗采购全部实行3方报价，公开透明，哪家便宜哪家新鲜，我们就用哪家的。孙科长，你要是还能找到比市价高20倍的供应商，我们照单全收。你们有种！好得很！我倒要看看，没得我的渠道，你们今儿拿啥子跟工人开饭？哼！新主任、新会计，真是好大个官位哦！采购的菜不要，我们拿啥子做饭？今儿中午好几千张嘴等到吃，怕是要饿肚子了。建军，你带2个人跟我去趟菜市场。要得。刘光头，你带人跟那后厨给我从里到外耍一遍，灶台、案板、地砖、墙角一根灰都不能留，我要让那地砖亮得能当镜子照。得嘞，江姐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哎，你们干啥子？那是厨房，不是你们家院吧？打扫卫生没看到？江姐说了，地砖要亮得能当镜子照。怎么？等我请你们？我们是厨子，不是刷墙的。到我那儿，厨子也得先学会咋个做人，活不干就没饭吃，不想干的现在就可以走，工资1分不少，想留下的就跟我跟手上的活儿干漂亮了。我的厨房头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废物。妈，去哪儿？新民菜市场。那后头的一摊子咋个办？后头有6罐头盯到起，翻不出浪。听见没？锅铲都没摸热就敢甩手走人，我看那食堂3天都撑不过。愣到起爪子！江姐说了，地砖要亮得能照出人影儿，哪个不动？莫怪我刘光头翻脸不认人。唉。还真拉回笼了。今儿搞不赢早饭了，直接整午饭，就做一道菜炸酱面。哼，炸酱面哪玩意儿有啥子技术含量？建军，跟后腿肉撇下来，脾气了。要得。2个年轻娃儿过来压面，大压面机调2档压3遍，再换1档压2遍，面条粗细均匀就算过关。小火不停地搅，酱要熬到油跟酱分家，颜色变成深褐色，香味全都转出笼才好。要得了。
清河，把碗端过去。开饭前，后厨的人先填饱肚子，自个儿拿碗盛。张姐，领导是开个枪噻，到底啥子味儿嘛？废啥子话哦，搞快抢了，等会儿连锅底都没得了。我先弄的，我先弄的。啥子你先弄哦？我也站到这儿嘞。莫急莫急，个个都有哈。妈，我看张大姐老眼神，恨不得连碗都吞了。咱的酱怕是真不够外面那帮工人们抢的。不够就对了，不够他们明儿才更要来。今儿早上连个窝头都没得，食堂是要黄了吗？听到没？换人了，弄了个女的当主任。换谁不一样，还不是白菜炖豆腐？今儿吃炸酱面？对头，炸酱面管够，酱跟菜码自家加，想吃好多加好多。好吃，真他娘的好吃！原来做饭不仅可以带拢营生，最关键的是给人满足的感觉。主任，你弄了，干净了。碱水刷了3遍，又拿清水冲了2遍。主任，以前是我不对。认识到错误就对了。今儿教你做红烧肉，炒糖色不能用白糖，得用冰糖。那个味儿跟白糖炒出来呢，确实不一样。小火慢炒，炒到琥珀色冒泡，才能把焦糖的香气激发出来。肉要先焯水，再下锅煸炒，煸出多余的油脂，那样做出来的红烧肉才能肥而不腻。以前焯完水直接下锅炖，难怪每次都腻得慌。图省事，肉汁进嘴里就是腻的。主任，下一锅我来。你来，我在边上看到。哎，闻到没？是红烧肉，这糖色炒得巴适的板。我打赌是回锅肉，蒜苗香都飘过来了。你们闻闻，还有豆瓣酱爆锅的味儿。管他啥子菜，脆和鸡的菜样样都稳当。我上个月瘦了3斤，这个月已经长回来4斤了。莫急，排好队。今儿有红烧肉、回锅肉，还有酸菜粉丝汤，保证你们每个人碗头都有肉。张姐，跟我多捞瓢汤，馋死我喽！要得。大爷，今儿的汤咸不咸？不咸，正好，比以前刘福汤熬的清汤寡水强多了。大爷，你是上夜班的吗？晚上想不想吃口热乎的夜宵？想是想，但我10点半下工，食堂早关门了，只能回家啃2屋头。大爷，谢谢你。下回汤要是寒了淡了，你直接跟我讲。苏会计，你在做啥子？做一件香。写的啥子？刘师傅写的，说早上排队太长，想加个油条窗口。砸缸车间的王老哥写了2回，一回写夜班饿得慌，一回写想要口热粥，还有那个没留名字，说馒头太硬了，想要点稀的。恁个多？妈，我挂了个意见箱，3天报塞了30多张。早餐开豆浆、油条、茶叶蛋，夜宵开粥、包子、馄饨。后头拉口磨盘拿来磨豆浆正好，面粉跟肉咱们4大种采购，比外头香甜。我算过了，只要每天能卖出去100份，利润足够给工人们每周加一道硬菜。干！那事儿你全负责，需要啥子人手，需要啥子东西，你那个单子出了，我给你办。妈，那我明儿就去跟窗口收拾出笼，招牌也写一块。写啥子？就写催火剂爱心早点夜宵窗口，厂里给的福利，工人们晓得是占了厂里的光，心里头暖和，咱也不亏。写得好，就这个。苏会计，那豆浆是现磨的，闻起就跟外头那些兑水的不一样。现磨的，黄豆是建军大清早期菜市场挑的，你尝尝，烫得很，小心点喝。早上来碗的豆浆真巴适。包子呢也尝尝。苏会计，那粥真不要钱？不要钱，厂里给夜班师傅们的福利，你赶紧趁热吃。我到那厂里干了10年，吃了10年的冷馒头，头一回哈了夜班，有一口热粥喝。明儿还有，领记到拢。苏会计，自家院子头结的，没打药，脆得很。你们天天忙到给工人整饭，也顾不到买菜拿回去尝个鲜。大哥，那不合适的是你们自个种的。啥子不合适？你们催火剂跟食堂整得恁个好，我婆妹都说我长胖了5斤，几根黄瓜算啥子嘛？拿走。师傅，你的黄瓜我收了，不过下回莫再送了，工人们肚皮吃饱了，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好。妈，甜嘞。小江、清河，你们真是我们轧钢厂的福星啊！
李厂长，我们就做口饭嘞，工人们吃得高兴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。再说了，利润人往不是我跟清河2个人的功劳。那我就不耽误你们发奖金了，好好干。对，好好干。今儿是咱们淬火集承包食堂之后头一回发奖金。废话不多说，我念一个，上来一个。张大姐，苏会计，能多？这个月盘子破损率降了8%，省下来的钱就是你的奖金。小李，谢谢主任。王大嫂，轮到老王了。苏会计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王师傅。明明第一天我还给你们找茬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嗨，我们这儿不搞啥子人情世故的，只看做事做得好不好。你灶台刷得亮，菜炒得香，你得了你那稳。妈，我尽力要是不是的，我的辈子都不晓得，原来我也可以做成那么多事。傻丫头，那不是我的功劳，我顶多就是一阵风，跟你身上的土跟吹掉了而已。不，那是哪座跟我从井头捞出来的山？你让我晓得，天原来那么高，那么阔。现在的苏清河跟原文头的那个为了给恶婆婆治病，积劳成疾，到回家路上的姑娘完全不一样。清河，轧钢厂的食堂只是个开始，你的天地比这儿大得多。妈，你说我要是你亲女儿，你会咋子对我呢？跟现在一样，该骂，该护护。那我就是你亲女儿了嘛？那必须是嘞。今年我们厂呢总产值又创了新高。遭原材料价格上涨那些因素影响，各项开支都有增加。后勤保障的部门，像车队啊、医务制啊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支。唯一跟亏空补拢了，还创造了历史性利润的部门，试试我们的职工食堂。石头赚钱了，我没听错啊！赚钱和咱厂几10年的老大难填不满的无底洞的嘛！更何况江姐跟小叔做的菜，辣椒一个香，食材用的也正，我还以为他们自家贴钱做的。截止到12月31日时，到江翠芳主任跟苏清河会计的卓越管理哈，我厂食堂到没得增加厂里1分钱补贴，并大幅提高工人伙食标准的前提哈，全年累计跟亏空补拢36800万元。36000，我勒个天！食堂1年赚了36000，去年还亏得裤儿都没得穿，这就赚了36000，江主任跟苏会计怕不是财神爷转世吗？同志们，那个数字说明了啥子？说明了改革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，说明了只要有决心、有能力，就没有我们攻克不了的难关。根据合同，那笔利润，厂里跟淬火剂按3期分成，也就是说，厂里将获得11040元的收益，而剩下的25760元将作为承包金支付给江翠同志跟苏清河同志。莫慌，稳到起。江师傅、苏会计，你们是咱们轧钢厂的功臣，我代表全厂1万多职工感谢你们。李厂长，恁太客气了，都是工人师傅些捧场，我们的菜才卖得脱嘛。莫谦虚，你们干了啥子活路，我心头有数。明年我给你们一个新合同，利润分成改成28开，你们把厂里2。消息一放出气，槐花巷子头的年夜饭桌上都在摆，说老赵家出了2个女财神。赵爱国那个老学匠彻底哈了，他拿到的稿费加农都不到那笔钱的1个零头。还好。他大半夜来做啥子？那娃儿哦！请问哪一位是江翠芬主任，哪一位是苏清河会计呢？我就是江翠芬，这是苏清河。我听说你只用3个月就把轧钢厂那个亏了几10年的万人食堂的亏空补上了，还净赚3万多块钱，你是咋个做到的嘛？其实没得啥子诀窍，就是跟账算细了。
苏会计，你哪里是管账哦？你硬是跟整个食堂的命脉都盘活了。其实说到底，做餐饮的行当最关键的还是将心比心，用料用得实在，味道做得对得起劳动，才是根本。工人些干的都是力气活，你端一碗清汤胯子上去，人家心头能没得数？江主任、苏会计，我回去就把稿子写出来，像你们这样的故事，值得让更多人看到。慢走，下次再来，我请你吃钵钵鸡。对了，清河我巡视了一下，改天到院子里摆几桌，跟该谢的人都谢一遍。摆席，摆流水席，长了请，让那些帮过咱们的人都来吃一顿热乎的。建军哥，我活了20多年，头一回闻见恁个香的羊肉。我妈用了几十种香料腌了1天1夜的，能不得香吗？哥，等会儿撕羊腿的时候，能不得让我先啃一口？扒开，羊腿是留到去给陈老的。清河，你的裙子新做的，好看得很。张胜，你莫大取我，就4块面布。清河，你婆婆拿钵钵鸡的房子交没交跟的？李姨，房子是死的，火候是活的，就算跟房子跟离，你也不一定弄得出来。翠芬同志，你的钵钵鸡又进了一层。小江清河，从下个月开始，厂里后勤所有单位的采购都按你们催活剂的标准来，那个再敢到采购上伸手，我李建国亲自给他抓子多了。李厂长，有你那句话，我跟清河就更有底气了。翠芬呐，你的红油真是绝了！我男人昨儿还说，那胡同头啊，就属你们家最旺。就是清河的娃娃儿，真是越来越出息了，又能干又好看，建军真是好福气。建军哥，嫂子，你们2口子今儿必须喝一个交杯酒。喝一个，喝一个，交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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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老爷们儿磨叽啥子？你媳妇儿给你整了恁个大的家业，你敬她一杯酒，天经地义。要得，喝就喝。好，送入洞房了。那个家总算有了一点家的样子。大嫂，你快点嘛！催啥子催？那门咋还从头拴起了嘞？我就说嘛，那老婆子精得跟鬼一样，肯定有防备。要不是，咱们还是回去了，万一遭发现就惨了。回去喝西北风啊！2万多块，够咱们治一辈子了。现在钱摸不到，跟他拉钵钵鸡红油的配方偷出来，咱们自家开个摊儿，照样发财。笨，配方肯定就在他那堆红油头，咱们跟那个红油舀走一半，回去自己慢慢研究。肯定到柜子头，去翻开看一下。妈，两位，那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我的厨房头来，是想帮我刷锅？妈，我们是看的今儿办酒席累惨了，寻思过来帮你收拾收拾。收拾恁个大动静的，们是准备跟整个厨房都搬起走？啥子叫偷妈？我们是一家人。你现在带起老三家的发了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们兄弟2家还过起苦日子，恁连口汤都不给我们喝，你还有没得良心？我今儿就是来拿点红油汤底，咋子了？那本来就该有我们一份儿。王贵芬，你的脸皮是跟那案板一样，拿刨子刨过来哇，咋能恁个厚？抓贼呀！屋头进贼喽！咋子了？咋子了？妈，出啥子事了？翠芬姐，咋子了嘛？进贼了！我的2个好儿媳大半夜不睡觉，敲了我家厨房的门，想把我跟那锅钵钵鸡的红油汤底跟搬起走。哎呦，那不是赵家老大跟2家的吗？哼，大半夜的跑人家厨房头偷红油汤底，哼，大半夜的跑人家厨房头偷红油汤底。妈，那到底是咋个回事？老三嘞，快跟你妈说说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一时糊涂啊。大嫂，你半夜撬锁翻灶台，
拿铁皮桶往外舀红油，这叫一时糊涂。你当我3岁娃娃哄你们那2个不成器的东西，赵家的脸都让你们丢尽过！滚！明儿就跟我分家，过来！爸，你不能恁个啊！我们真没偷，我们就是来看一下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来，清火，趁热火。媳妇儿，恁咋子不吃？粥凉咯。哦，要得。想啥子嘛？粥都快凉了。妈，我在想，咱们家那个院坝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咋子说？嫂嫂敢半夜撬门偷红油，保不住还有别个也动心思。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，红油的方子、采购的渠道、账上的钱，哪样不是肥肉？总不能天天防贼一样的过日子。人心隔肚皮，防得牢一时，防不牢一世。清河说得在理，你们婆媳俩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电，不能让人惦记到。再说轧钢厂那边，咱们嘎吹了记，除了轧钢厂的工人，外头根本没人晓得。崔梅同志，清河丫头，陈老，咋个弄嘞？吃饭了没嘞？建军，再拿副碗筷。吃的，莫忙活。我是给你们带大新闻来了，你看那是啥子？改革开放，招商引资，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风要往南边吹了，国家下了大决心，要到南方画一个圈，那里将是未来20年最充满机会的地方。你们窝到轧钢厂食堂那1亩3分地头取材了。陈老，南方虽好，可那地方人生地不熟的，去了能干啥子？你媳妇儿比你清楚。妈，陈老说得对，我们应该去南方。这可不是去菜市场买颗白菜那么简单。人生地不熟，水土不服，连说话都听不懂，风险大得很。风险跟机遇并存。现在国家对开办私营企业还是很兴盛，留到成都发展受限，只有气特区，我们才能有更大的机遇。那是天时。我们有轧钢厂食堂的成功经验，有标准化的管理模式，还有离了无人能及的厨艺跟红油秘方，那是地利。最关键的是我们2个人，你组内负责产品研发跟后厨管理，我组外负责经营跟市场开拓。我们婆媳同心，这是人和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我们都占了，没得理由不成功。白切鸡、烧鹅、煲仔饭，我脑子头那些粤菜的本事，总算有了用武之地。那一回，我要让吹火鸡的牌子从成都一路挂到珠江边。好，老就去，咱们去深圳开一家最牛的酒楼。我就知道你们要去，弄了深圳，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拿到那封信去找一个叫张秀新的人。陈老，那封信我接到了。妈，清河，你们要去深圳？对。那我跟你们一起去，弄了深圳，我可以给你们看店、搬货，干啥子都行。我不想再跟你们分开了。行，一家人当然要在一起。你们去吧，我折腾不动了，我就守到成都的老房子。那个老学匠，要让他一个陌生的地方下海经商，比杀了他还难。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哎呦，江师傅、小苏，快坐到，快坐到！我正说要找你们嘞。下个月的菜单，工人代表提了几个意见。李厂长，我们是来跟你辞行的。你们要去哪里？深圳。深圳？对。咋子说走就走？是不是厂里跟的分成太少了？要不是咱们1酒开，你们9，厂里1，只要你们留下来。李厂长，你搞拐了，不是钱的事。我们想去南方开一家真正归我们自家管的店，那是食堂接下来3个月的管理方案跟采购流程。李厂长你放心，我们走之前一定跟食堂的工作交接好。后头那帮小子跟到我学了不少东西，王大叔现在一个人也撑得起场子了。你们啊，真是我们轧钢厂的贵人，也是一对奇人。我李建国欠你们一个大人情，你们去了，要是水土不服，随时回来。要得，李厂长，后会有期。江主任，王师傅，
你们那是？江师傅，那是我们几个凑钱给你买来，一点心意，领路上垫吧垫吧。江主任，你叫我拿手红烧肉，我还是掌握不好火候。行了，都回去干活，莫耽误了工人们中午吃饭。走了，你们好好干，莫给催活剂丢人。主任，龙乐深圳给咱写封信。要得。爸，你歇到嘛，我们来就是了。路上无聊，可以看看。要得。江姐，路上垫肚子，铺子那边你放心，拿个感动催火剂的招牌，我跟他脑壳领下来当爷父。对对对，要得，那就麻烦刘哥了。清河啊，轧钢厂永远是你的娘家，到外边受了委屈就回来。李厂长，我记到了。出远门经由到点哦。龙哥那边记得给屋里配个电宝。走喽，上车喽。走了，你好生保重身体。人就是这样子嘛，你不得行的时候，他们看你的笑事儿；你硬是闯出笼了，他们又实打实的敬到你，盼你好。日子嘛，就是这个样儿了。